据环球时报18号报道，解放军东部战区出动了多种军事力量，在台西南、东南等周边海域进行了联合作战演练。值得注意的是，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此次罕见的直接点名美台，称这次演习是对美台近日来频繁勾结挑衅的强力回应。在如此敏感的时刻，解放军直接点名美台，引发了舆论震荡。有匿名专家向环球时报表示，解放军此次军事演习表明了我们已经具备了对台岛全域进行封控并围歼的能力，并且从演习持续时间可以看出，此次演习很可能是演练定点清除目标、外科手术式精准打击能力，确保在最短的时间内速战速决，达成战略目标。而美台似乎对我军亮剑回应的决心有所忌惮，似乎有想为台海地区局势降温的意图。就在16号，美国参议院共和党资深议员约翰·科尼在社交媒体上宣称，美国在中国台湾省有驻军3万，这一言论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美国网友都在质疑他的数据是否准确。台湾方面甚至在第一时间出来进行了反驳，称科尼提供了错误的信息，美军早在79年就已经全部撤离。可能是因为面临巨大的压力，科尼在第2天就删除了这一贴文。美国官媒《新闻周刊》也在第一时间进行了辟谣，宣称科尼可能搞错了。美国总统拜登16号在接受采访时强调，美国不会重蹈覆辙，不会无休止地卷入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冲突之中，也不会插手他国的内战。这让很多人认为拜登并没有信心插手台海问题。美国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接受采访时也是闪烁其词，甚至直接转移话题。在8月17号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有人对沙利文提出了质疑。当被问到台湾问题与阿富汗问题有何不同时，沙利文不再理会，直接转移话题。从拜登和沙利文的态度来看，美国似乎并没有做好在台海和解放军决战的准备。在经历了阿富汗战略大溃败之后，美军似乎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质疑。小小的阿富汗就让美军尝尽苦果，面对强大的中国，拜登似乎没有与之一战的决心。确实，台湾对于美国来说只是其用来制衡中国的一枚棋子，但对于中国来说就是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美两国对于台湾的决心不同，这也是导致拜登迟迟不敢下定决心为台的重要原因。希望美台在听到解放军这次点名警告之后，能够安分下来，恪守一个中国的基本原则，不然下次就不单单只是警告这么简单了。近期，俄罗斯航空事故频发，多架飞机接连坠毁，就连拥有俄罗斯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都因此遇难。普京总统或将因此遇到大麻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17号报道，一架伊尔112V 运输机在莫斯科附近失事坠毁，飞机上的3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其中包括伊留申航空集团的首席飞行员，拥有1级试飞员，俄罗斯英雄称号获得者尼古拉·库伊莫夫。这对俄罗斯而言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损失。众所周知，飞行员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更何况是拥有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估计普京总统很难想到2021年的俄罗斯空军会如此艰难。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坠机事故频发。8月14号，载有5名俄罗斯军人的 B-200消防飞机在土耳其坠毁。7月31号，因为飞行员操作失误，一架苏35战斗机在鄂霍次克海坠毁，飞行员成功逃生。8月12号，一架米8直升机在勘察加地区失事，16名机组成员有8人因此遇难。从直升机到战斗机再到运输机，俄罗斯1个月之内连摔4架。这么频繁的坠机事件，在以摔飞机出名的印度身上都属于罕见，这真的只是巧合吗？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周边局势也是极不安定，美国以及北约疯狂制裁围堵俄罗斯，双方私下小动作不断。有人分析，西方国家就是俄罗斯坠机事件的始作俑者。不过这只是阴谋论的说法，并没有事实依据。毕竟想要打入戒备森严的俄罗斯军方，难度是非常大的。一旦事发，还可能招来俄罗斯的疯狂报复，这是极其不划算的。由于近年来俄罗斯经济方面的问题，导致俄罗斯大量的装备得不到有效的保养，而俄罗斯很多飞机都已经服役了几十年，老化问题非常严重。很多人认为这是导致俄罗斯近期坠机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毕竟俄罗斯的军队太过庞大了，以其目前的经济实力，很难做到面面俱到。从俄罗斯飞机频繁坠毁来看，有人认为未来这将是困扰普京总统的一个大麻烦。毕竟俄罗斯拥有着庞大的海空军，这些装备在未来都将面临着更新换代和维护的问题。但是以俄罗斯现在的能力，根本没办法维持这一开支。如果不能及时解决，未来俄罗斯坠机事件可能会更频繁的发生。不过大家也不必担心，毕竟面对美国这么多年来的围堵制裁，俄罗斯都挺了过来。这个难题想必普京总统会轻松解决。
8月15日，阿富汗仿佛在1天之内就变了天。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着紧张的阿富汗局势。从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塔利班代表与阿富汗政府商讨和平移交权力。阿总统加尼的出逃特国，以及美国人和狗优先于阿富汗人撤离，这些新闻报道无不让人觉得唏嘘，仿佛曾经西贡陷落的历史在阿富汗重新上演了。只是这一次速度几乎得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然而，骄傲的美国精英们并不承认美军从阿富汗撤离是一种失败。拜登甚至在近日就撤军一事专门向美国人发表了特别讲话。他指出，美军在阿富汗的任务不是建设阿富汗，也不是要在那里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民主。美军在阿富汗的唯一核心利益，只是为了防止美国本土遭到恐怖袭击而已。随后，拜登还声称这一目的已经达成了。所以在谈及阿富汗现状时，拜登也只是表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痛心，但并不后悔做出撤军决定。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拜登这番言论只不过是故作镇定，勉强为美国找回点面子，但这也无济于事，并不能改变美国或正在走向衰落的事实。借用新华社的说法，就是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喀布尔陷落不仅标志着美国国际形象和信誉的崩塌，也标志着美国霸权主义走向衰落的又一个转折点。其实早在2010年12月的时候，美国国家杂志就刊登了一篇名为《美帝国衰落》的文章。该文指出，2003年美入侵伊拉克就是美国走向衰落的开始，而在此之后，美国还经历了全球经济危机、新冠疫情、去美元化浪潮等多重打击，折戟阿富汗就无疑成为了美国霸权主义衰落的又一个重大节点。最后，也许是意识到霸权主义正走向衰落，昔日一直跟在美国身后对抗中国的澳大利亚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近日澳大利亚自由党议员、前外交官夏尔马表示，随着美军从阿富汗的撤离，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信任将会被动摇。很显然，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确实给其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让美国的形象散落一地。在20年前，北约盟友就跟着美国在阿富汗兜了一圈，结果出钱出力出人的下场，却是换来了仓皇的逃离。因此，奥政客声称对美国的信任被动摇，也许就是一种清醒的认知，明白了做美国的附庸不会落个好下场。所以，那些亲美的势力们今后该何去何从，真的要好好想想了。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RC-135S 侦察机于16日早些时候从日本冲绳的加手纳空军基地起飞，前往东海侦察，预计在凌晨2、3点左右抵近宁波外海。虽然这架美军侦察机的目的不明，但行动显然极其诡异。值得注意的是，这次RC-135S 侦察机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距离中国领海线只有20海里。有观点认为，此次美军凌晨2点对华抵近侦察，且距离领海近20海里的行为，一方面是为了抵近侦察，而另一方面其实是在向中国传递信号，展示自己的存在。美军这次派遣的RC-135S 侦察机是美军现役所有战机中最重要的战略侦察机。本机主要用于对目标弹道数据进行监控跟踪，配备了多种侦测和定位导航系统，可在不进入对方领空的情况就收集所需的信息，并以此绘制出导弹的飞行轨迹。为此，在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美军派遣 RC-135S 来搜集我军的情报，成为美军的必修课程。而这次 RC-135S 出现在宁波附近的外海海域，这也是侦破中国在华东、华南布设弹道导弹的最佳侦察区域。除抵近侦察之外，由于目前美军在阿富汗仓皇撤离，造成阿富汗局势混乱。尽管在中亚地区美军有所收缩，但其在东亚地区的部署却是在日益增加。所以，美国军队通过这次侦察活动，营造出一种中方家门口警报拉响的氛围，以此威慑中国。不过，美国这种看似枪口已经抵头的小动作，对中方并不会有大影响，反而让中国或被迫上战场，成为解放军练兵的好机会。如今，美国进行如此多的演习与军事挑衅，无非是转移国内矛盾，制造舆论，让世界的焦点集中在中美对抗上。但实质上，拜登依然无法解决美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同中国相比，疫情爆发和两党斗争才是美国真正的软肋。所以说，美军这种试探的动作没有什么意义，除非是不再试探，直接闯入。但美军如果真有这个胆子的话，美国也不会考虑如何将其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了。虽然说在美国的怂恿下，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确实来到亚太，但其实根本不敢在中国12海里的航程内航行。总而言之，虽然美国处处在拉拢盟友加入恶华战略，但鉴于目前乌克兰和阿富汗的形势，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观望态度。